又不是去彻夜查案去了，怎么又没梳洗就睡了？难不成是大狗岭真没入厢房？啊！这颜六娘是你的外甥女吧？启禀太皇太后，这颜六娘乃颜府金姨娘所出，这金姨娘正是在下的姐姐。哦，你放心吧，沈度这小子看着桀骜，但其实是有章法的，他不会做出什么真的出格的事。是。我亲自去一趟梁府。那谁，你来干什么啊？吴主事，我听说这里面有案子。案子是有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哦，我听说昨天你上了花轿，说是嫁到了大格林府，怎么今天穿着婚衣就出来了？不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吧？啊！此女子办差啊，总不是做幺蛾子。六娘心思机敏，又曾师从典狱司监陈温，得了他不少查案的真传，一直以来帮了我们一良人不少忙。就是。吴主事徐帅，是六娘一时心急失礼了。我就是想来看看案发现场还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查案呢有专门的人手，你一个书吏，管好卷宗即可。查什么案呢？去，先回刑部衙门啊，把衣服换了。哎，吴主事，你这是刚从西郊回来吧？哎，大人。哎，你看，吴主事这个衣袖上这个蓝色的花好漂亮啊！哎，你看，看来是夫人又学会了新的修养。年轻人好学上进，好事。想查案呢，就进去仔细瞧，但是不要影响人家一良人办案。还有，不该管的事儿少管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吴的夫人哪里会修样啊？他那个狗腿子冯贵，近日频繁来往西郊，腿上都是西郊泥点子。他给了他房契，十有八九啊，是在西郊养了外室。我是刑部书吏，可以去看看吗？不害怕，便看吧。师傅，您之前发现过什么有不寻常的地方吗？贫僧暂未发现。听说他俩刚被挖出来的时候，还紧紧抱在一起的。这二人都是心脏被挖失血而死。女子面部被划，但神态安详；男子尸身完好，皮肤发黑，看划痕和血迹是死后才被划的。如此天气，尸体竟然没有散发腐臭之气，甚至还散发着一股药材混合的香味。六娘，你不会是魔怔了吧？尸体哪还会有香味啊？六娘所说分毫不差。奸臣小沙弥在寺外竹林挖竹笋的时候，挖到了尸体，已经查明男子是原工部梁氏郎家嫡出的长子梁承仲，女子是平康坊的乐人邝展新。这难不成是殉情？不会，男子皮肤发黑，可有查出是中了什么毒？他所中之毒。钟儿，梁大夫人姐。钟儿，你们刚刚说的中毒，
令郎身体所中之毒是滴水观音。令郎的死因，我刑部义良人一定会追查到底。追查什么？老梁，多多担待，抱歉，抱歉。梁大人慢走。还场呢？西明寺是敕建皇家寺院，全襄安有头有脸的官宦贵人都会来此上香。出了这种事，自然得有个交代啊。对对对，让梁大夫人那么一闹啊，闹得乱了。速速查，速速检。哎，陆锤锤到。去，把已经查明的资料送回刑部归档。哦。我听说西明寺的住持啊，唱了不少好茶。走，我们去蹭口茶喝。他还喝茶，还好意思喝茶？吴太明、吴太平，就知道作威作福，什么东西？哎，爹娘，你都看了半天尸首了，等你看完，你跟我一起走啊！这吴太明他都知道喝茶享福，那我们也不能亏待自己啊！我带你去芙蓉园听星星，喝好茶。哲哲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想再去尸坑仔细看看。去吧。好吧。走了。滴水观音。撤。吁。看来你还是没有记清我的话。六娘怎敢？不在沈府好好待着，跑这儿来做什么？六娘虽然嫁进沈家，但仍是刑部书吏，此处发生的命案，怎能不来？你不过是一个刑部没有品级的书吏，怎么还肩负起了仵作之责？我也没有听说过内卫府大阁领需要亲自灭火，为此整夜奔劳，不惜错过良辰吉时。大阁领，刚问了一良人查探结果，坑里的血量很少，大多都是尸液。梁焕二人应该是血干的差不多之后才被运到了这里，但这附近没有什么车辙，倒是有不少的脚印。这里香客无数，连英王殿下都是常客，看脚印能看出什么？坑里的产痕呢？能看出什么时日的吗？应当是有些时日，但仵作说不好判断时间。4月15。你知道？土坑边沿下薄上厚，落点尖边圆圆，凶手亦或者是帮凶，用的是随处可见的圆头桥。坑下泥土边缘松散，中心重，坑底泥土凝结，当是雨后土壤的表现。今日是5月初8，上一次下雨便是4月15。对，我早上出来的时候顺手从屋里拿的，我回去便要问问老管家是哪家铺子买的蜜饯，正甜。对。泥土变数多，你的发现未必可靠。你看这儿，大约离地3尺8寸有一道土痕，是泥土飞溅而至。西明寺内主乃是黄草主，雨后1日可长1寸至2寸。溅痕直对尸坑，痕迹下厚上薄，是当日所造成的无疑啊。陈文还教过你这些？为夫对夫人可是非常上心，
仔细调查过一番。我师父说过，凶手抓获、下狱审理是刑部之责，所以想尽一切办法破案是任何一个刑部人员的职责所在。你不过是一个没有品级的书吏，刑部之责，怎么样也轮不到你头上。昨日刚刚新婚，今日便随我回沈府，好好学学心腹之责。大格林府草率迎亲，现在全湘安都知道大格岭不喜六娘，而偏巧我六娘呢也不是很稀罕你大格岭，所以从今往后我们各做各的，互不干扰。大格岭也不必劳心我担哪个责。看来今日本格令非得劳这个心不可。沈东，你放手！哎呀，沈东，你放我下来！沈东，你干嘛呀？啊，你要干嘛？还得是西明寺啊！哎呀，你哪能喝到那么好的茶？为夫不信啊，娶了一个一心为公务的夫人，只能带回府温存了。快放我下！风景不错。沈东，你要干嘛？你快放我下来！夫人还是听话些，要不然当众和你恩爱了。那谁严信和马上另一个是？沈大格里。不是说白无常娶亲当日就拿刀架在沈夫人的脖颈上威胁吗？这么看来都是谣传呐。如今你也是众人眼中的沈夫人，既已入局，便再无全身而退的选择了。沐猴而冠，大格林演这一出，难不成是想落个良夫贤婿的风评？你我新婚燕尔，自当比翼连枝。今日我一定让你，还有你背后的人满意。那位府日理万机，大格林想必还有很多事情要替太皇太后处理和分忧，带着我怕是不方便吧？夫人是死了还是残了？大格岭，既然没死没残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公主来函。速捷西明寺梁府命案，保梁家二房梁晨玉不得有误。得去个地方了。去哪？风月坊梁府。什么情况？他不查案，我还得查呢。这么跟着他不是办法。大格岭，我家三郎君在书房等你。哎，大格岭，不喊夫君，除了梁府，舌头就别咬了。夫君，说吧。我跟你官属毕竟不同，你有事要去找二房家主，我跟着也不是很方便，不如我在外面等你吧。我就是想出去走走。好，景林，跟着他。是。大格岭，这边请。
我熬了一宿没睡，我现在要在这睡一下。你去那边替我守着。行吧，既然你们那位连大格岭夫人睡觉都能指使，那我有什么好扭捏的呢？你自个儿守着吧。沈夫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嘘，这个给你，可甜了。听说梁府分家之后砌了面墙，我看这附近的树也像是后挪过来的。按理来说，这梨树、桑树和槐树都不算是吉利之选。是二夫人犯疯病的时候让人挪的。分离，指桑骂槐，心中有鬼。这两家兄弟积怨甚深啊！难不成真如坊间传的那样，二夫人之子梁辰曼当年中了滴水观音之毒，是被叔伯家的大房给……这话可不敢说。不过，二夫人是自二郎君死后封的，自那之后，大房跟二房墙上的那扇通门就再也没有开过。夫人，夫人这是多半……我躲我夫君呢。那个，自我昨日嫁入之后吧，我夫君就一刻都不能离开我，我走一步他都得派手下跟着我才行。我实在是想喘口气。白，大格岭这么粘人的吗？原是如此，奴婢还想呢，大格岭虽常来，可却是第一次将女眷带入府中呢。我夫君竟与梁府走动甚密。大格岭与我家三郎君关系甚好，平常总带一些花草药材的给梁二夫人。二夫人的院子又出事了，快走啊！是二夫人的院子。太皇太后有谕，兵弩的改良图纸按期完成，不得有误。可眼下我哪有心思绘制啊？你哥梁辰仲命案一事是我内卫府查办的，你大可放心。这，你家世代效力于工部，精于弓弩机械。我查大部分兵弩装备都是由你祖父设计，才能在沙场立威。传到你这一代，只有你一个人能为此重任。太皇太后素来惜才，你只管专心完成交代给你的事。和之前一样，家父一提笔绘制，令尊就会马上转身离开。家父在临终前，一直也忘不了那年的那件事。罪臣沈秉烛，其罪当诛。不必再提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重蹈那个人的覆辙。
梯。别动我的曼儿，曼儿，曼儿，别碰我曼儿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大哥领，在那儿。救命！救命！救我！救命！沈都，你好歹毒的心，赶不走我，就想趁机让我淹死在这儿！救命啊！救我！来。擦干净了。哎呀，快送大哥领夫人去沐浴更衣！今日之事多有得罪，还望大阁领和夫人见谅。无妨，转告你家三郎，安心做他的事。是。告辞了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谁能想到让世人闻风丧胆的白无常，竟是个体贴的夫君，对外无情郎，实则多情种。切！你跟那些侍女都说什么了？配合你演戏，做好夫君啊！像这种大家门庭的丫鬟，散布谣言是最为有效的。啊切！为何要救我？我要是落水死了，便是意外身故，你也不用再想办法赶我走了，不是一举两得。留着你，我还有用。老奴已将夫人随身东西安顿好，今夜您就在此就寝。大师不是说主房不宜做新房，会容易引来血光之灾？哎，大师已经破解了，您就放心的在这儿住吧。我觉得西厢房的风水比较好，忘我还是回去住吧。站住！你没得选，想死的话，你也可以离开沈府。住就住。
谁怕谁？血光之灾，还不一定谁见血。夫人，郎君还没动筷呢。那怎么了？夫人，我饿了。君家还有落水的，就是梁府二夫人。当年她的儿子因为中了滴水观音之毒而死，但她却把这盆毒物当做自己的孩子，还唤作曼儿。如今这个大房梁承仲也中了滴水观音之毒，怎么会这么巧？食不言。我吃好了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梁承仲的死是梁家二房在报复？大哥领。宋总。是。走这么急啊？也不吃完饭再走。话多。你管人吃饭喝水，你还管人说话眨眼不成？记住了，在沈府，你最好选择做个瞎子，再做个聋子。梁承仲一案已交由内卫府。案子是我们刑部的。夫人不是很聪慧吗？太皇太后将案子从刑部迁出，交由内卫府，其中用意，夫人不明白吗？太皇太后是想息事宁人，只因梁家是工部重臣，当朝的弓弩屠绘制皆出于梁家之手。二房梁承曼意外暴毙，梁承仲又突然死了。如果再因家族私仇牵扯到三郎君，势必会影响梁家技术的传承。还不算笨到底。梁家二房不能下狱，除非你想顶撞太皇太后，还是说？这是张行威的意思。我不是张相的人。你把卷筒留在房中，是故意在试探我。你得感谢你的聪明，要不然你现在已经人头落地了。其实根本不用打开，我也能猜到，里面就是弓弩图。笑什么？我在笑你堂堂内卫府大阁领，未经核查就认定凶手是梁家二房，但事实未必如此。梁家二房与梁承仲有仇，
可凶手却只是把歌姬的脸划得刀刀见骨。我说过，这事不用你查。若我非要查呢？要么做个活人晋升，要么变成不会说话的死人。大哥领，不如我们赌一把。你是真不怕我会杀了你？我当然怕，但你也说过，留着我还有用。怎么，大哥领是怕跟我赌输了？怎么赌？让我查，若凶手真是梁家三郎梁晨玉，就算你赢，到时我自请休妻，我的性命也随大哥领处置。你还真是嫌自己命太长啊！但若是我查到凶手，3月之后，你我和离，这婚不止你不想娶，我也不想嫁。你我无怨无仇，不求百年好合，只求好聚好散。无论如何，也要扛过3个月。到时女官考核完，出使外调的时候，也该尘埃落定了。我住这主屋，不太好吧？让你住就住。我们是太皇太后御赐的婚姻，在任何人看来，都应该恩爱有加，如胶似漆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那就又要掉脑袋呗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别说啊，我觉得我跟这个主屋还挺合的。那既然如此，当家主母的待遇可都得跟上啊，做戏做全套嘛。那我睡这儿，你睡哪儿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全套。新婚燕尔，如胶似漆，只能同床共枕了。你穿着外衣上我的床？啊？我在家里一向如此，夫君若是不习惯的话，那就适应一下吧。
夫人说的对，的确应该适应一下。你让我头发……哎呀！哎呀，你别说啊，这沈府的蜜饯真好吃，怎么吃都吃不够。不错不错。你来一个吗？住手！换了，全换了！哎呀！灯这么亮，能不能熄了？不能。那这么亮，我怎么睡啊？你可以不睡。小迟迟，你在江南进来可好？最近我破获了一起杀妻案，死者不是自杀。我来给你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。远娘，你勒死了王元娘后，套住尸身的颈部，拖到房梁处，又将麻绳的另一头挂上房梁，用力将它吊起来，而这一切都在梁上留下了痕迹。所以，他的脖子上出现了2道不同的勒痕，黑色向后，褐色向上。你的手上还有麻绳勒出的伤痕，他就是被你勒死的。严书立，佘娘子已经认了，她协助程贤杀妻一事。这件小衫是元娘绣的吧？经仵作查验，王元娘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。你在诱骗我！她就算是怀了身孕，那又如何？你为入赘不甘，愤而谋杀王元娘，可你却不知道，她对你痴心一片，早就打算孩子出生后便随你姓氏。这小衫上绣的，便是程姓。你处处怪王元娘的母家欺压于你，可事实如何，你最清楚。元娘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元娘，元娘。只是死者身上还有一个针眼伤口，很是奇怪。仵作暂时也没验出由来。最近在我身上发生了不少变故。5个。大哥领早啊。某时已过，看来平日里刑部管教的并不严。托您的福，
昨晚我睡得可太好了。你对凶手不是梁家二房有几成把握？9成。快去查吧，趁现在你的脑袋还在象井之上。再这样让我成宿的不睡觉，脑袋就算在，我也得去见阎王。郎君，郎君，夫人，用早食了。没胃口。嚯，真够乱的。严性。月娘，吹吹，你不是吧？神府都不管饭的呀？我跟他一起吃饭，我怕噎得慌。看没什么事儿。哎，走。噎得慌？不是吧？我听说你跟白无常可是伉俪情深，夫唱妇随，比翼双飞，恩爱骑马的事我都听了。老实交代。果然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坏事？你现在可在皇城贵女圈里面那是出了名的。当年就是有个女子撞晕倒在了沈度怀里，就被内卫府抓进去了，还判了一个冒犯大阁领的罪。哼，果真是他的风格。从那以后啊，萧安城的女子见到白无常，必如蛇蝎。他竟然还跟你当街恩爱，还亲密接触，还是少接触的好。这是你大婚当晚，明堂大火，太皇太后震怒，内卫府好几个人都被问责，就连你夫君也被罚了俸禄。还有这事儿？我听说那个叫陈白衣的穷书生，他是因为求取功名而不得，才跑到明堂自焚的。这人已死，本来应该连坐，结果他们家就只剩下这个金六旬眼花耳聋的老人。太皇太后仁慈，本来给他赦免了，结果这老太太竟然跑到刑部门口来久坐，说是非要申冤，一坐就是1天1夜。你想想，这烫手山芋，这谁敢接啊？哎，你不要脑袋了，怎么着都要掉脑袋，反正我只有一个头。啊？哎，老人家，有什么事儿您先起来，若真有冤屈，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说法的。谢谢你，姑娘。是谁那么大胆子收了那老太太的状？来，自己站出来啊！我今天心情好，保证不打死你。这谁收他状子了？哦，门口那个陈老太吗？我已经把人家送回家了。散了。哎，走，散了。怎么又是？其实老太太呢，是应该好好安抚一下了。要不然成天蹲在我刑部大门口，算怎么回事？关于陈白衣自焚这个案子，我已经很认真了解。此事的后续呢，就交给冯慧，你帮我盯着老太太，别让她再来了啊！我就别了。哎，吴主事，我觉得，都过来。梁府梁承仲的命案，内卫府接手了，所有人
不许再插手了。那位府哦，不是可以随便插手的地方，如有不从，本官严惩不贷。是。忙去吧，忙去吧。啊，吴主事，我……妍心，翠翠，你们俩不是还有卷宗没有整理好吗？努力！哎，我真是……六娘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沈大阁领不是要约你午时吗？哎呦，时候也不早了呢。这个卷宗也没那么着急，午时要紧，午时要紧。走。把你的小买卖放下吧，跟着我啊。行，那就仰仗您了。官娘子都有得罪。通民馆向来规定，只接男宾，不接女宾。我们不是宾客，官家办。那不如另派男官来办可好？我虽是书吏，可这位是刑部在路的堂堂九品书令史。你们如此阻拦，莫不是对官家选拔官吏的制度有异？官娘子不要为难小人，今日要是让两位娘子入了这门，恐怕小的这饭碗也就保不住了。那不如你再仔细看看，我们是男宾还是女宾啊？男宾，两位请。我的占星怎么会如此命苦？原想着以为他遇到梁辰忠，能做个良吉妾室，究竟是哪个丧心病狂的杀害了他？方主监，你还记不记得邝展新失踪之前，可有发生过什么异常之事？哦，或者说，他跟别人有没有起过争执？展新性子素来温和，与各姐妹和锦衣相处愉快。昨夜官府来告知之前，你还不知道邝展新失踪了？他是于上月17出的门，同梁辰忠一同去郊游。往常梁辰忠也会带着他出去玩，我以为这次只是去了久了点。日后若有需要再来相问，还请多节哀。听说那个陈白衣自焚，还火烧了明堂。好在你一早撵他出门。大仓讲的是门姻娶婿，他一寒门，还想飞上枝头当凤凰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他能给我润笔，那是他的福分，他竟然还不知足。这帮穷酸书生就是不知好歹。一个陪读还想请弘文馆文笔是第一，我呸！来喝。六娘，六娘，走。哎，六娘，徐帅，陆书令是。徐帅，你来通民馆是有案子？就是被你郎君截胡的那个案子。哦，想来不该再叫你六娘才对，应该唤作大阁领夫人。徐帅，你还是同往常一样喊我六娘吧。行，那你以后也别叫我徐帅了，叫我徐大哥吧。好，徐大哥。那邝展新的事传出去之后，这平康坊附近的各家坊主就跟中了邪一样，总觉得自己家出去久了没回来的姑娘就是失踪。这都报了10几起案子了，还有人失踪？没有，17个姑娘刚报失踪，已经找回来15个了，还剩2个呢，大致也没什么问题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本还没有想好要不要上报，就在这儿遇到了你们。这上面记录着这些年的歌姬失踪案，
些歌姬虽然都不是各方的当红头牌，但都通晓音律，以器乐为常，精通琵琶。没错，就是太过巧合，所以才觉得蹊跷。这些是失踪女子的画像。这些女子都梳着相同的飞仙髻。可还有发现？你们看啊，这些女子的面容虽然都不相同，却又都有共通之处，尤其是神态极为相似。对，这乍一看，有种说不出来的相似。这些卷宗我本来想交给你们刑部，但又觉得不便绕过内卫府上报。现在看来，由你接收最好。那白无常总不会因此拔刀杀妻，是吧？那在下先告辞了。一早上信誓旦旦打赌出门，还以为在查什么，原来在此闲聊。我可是在和统领全城一良人的徐帅探讨案情。统领全城，这么厉害？徐帅当年可是被朝廷重金10万两悬赏通缉的大侠盗。原来徐帅就是传说中潜入宫中偷了太皇太后玉枕的那位。说的厉害，还不是被逮了？虽然被逮，可是太皇太后惜才，不但没有给他降罪，还脱了他的奴籍。被逮了就是被逮了，那就是略逊一筹，技不如人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能讨论出什么样的案情？我能探讨出，有关梁家的赌局，我就快赢了。如今的证据桩桩件件都指向，这是延续多年的连环杀人案。待我找出真凶，梁家二房便能彻底洗清嫌疑。大哥领，听梁家的人回报说，梁家二房被大房的人淋了鸡血，梁二夫人变得更疯了，梁三郎心一横，竟然去刑部自首了。还有，英王殿下那边说想见你。英王殿下只请大哥领一人入内。英王殿下，梁承玉入狱，此事并非太皇太后所愿。本宫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太皇太后并未要求大阁领彻查此案，而是让你力保梁家二房。现在证据还不充足，未有定论。大阁领做事向来严谨，可这次却迟迟不按规矩办事，可不要学你那父亲，闷声做大事。微臣不敢。
燕王殿下逼着在刁难大哥领。这梁府的案子，太皇太后早就交代过要保下梁家二房，可夫人你却非要一查到底。这下好了，梁三郎被入了大狱，这下怎么让大哥领跟上面交代？这个案子我会负责到底，一定会给上面一个交代的。太皇太后信任大阁领，本宫自然也是信任的，只是希望大阁领不要辜负了这份信任。听说刚过门的沈夫人，人也是有趣的紧啊。太皇太后赐婚，微臣感恩不尽。大阁领，西明寺那边挖出了5对尸首，死状与之前的2具一样。如此看来，此事的确与梁家二房无关。加上梁承仲之前那2具，6对男女，12具尸体，凶手作案手法相同，男的被挖心，女的被毁容。这不是西明寺的泥土，这些尸体是最近被挪过的，重新被掩埋的，脸污紫，皮肉外翻，但还是能看出这是个妙龄女子。遇难时间可以推测出来吗？这2人应该是在前月被杀害的。尸体的周围有许多层木炭和草木灰，应该是用来掩盖气味的。这香味到底是什么呢？可有异常？我师父要是在的话，一定能辨出这里面还有什么。依我看，你已经继承了你师父的衣钵，更不输民间第1神探潘池。差得远着呢。我师父他隐退之后游历四方，怕是都快忘记我这个徒弟了。这是挖到最早的1对尸体，腐化最为严重。被害时间很难具体推测出，应该是在4到6年前。若凶手为同一人，那也太丧心病狂了。偷唐挖心，应该是个孔武有力的男子，说不定是个屠夫。依我所见，凶手极为可能是女子。为何？这每具女尸脸上的伤痕、位置、长度、深浅，几乎别无二致，而且这用刀的力度，也不像是男子所为。若凶手为女子，她要在这些年里连杀12人，这些男性死者也并非老弱病残，死的时候也都是青壮年，怎么可能不敌一个女子呢？徐大哥，若是因为没有见过便觉得不可能，那这世上许多奇案都无法告破。走。你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燕王殿下已经吩咐，西明寺的案子和梁府一案并案处理，统归内卫府管。刑部的人都不能再插手。不管便不管。我先带你去个地方。哎，去哪儿啊？你。他两袖中是百脑香的味道，丝质如意纹锦衣，翡翠绒花钗，牡丹白绢罗衫。有时间在这发呆，不如好好想想，该怎么保住自己的脑袋。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刑部，这。你快放我下来！
前面离刑部不远了，我自己可以走过去。真凶还未找到，梁三郎还在狱中，他若有事，你去给他陪葬。沈大哥领，我颜六娘打的赌从未输过。正。大哥，你今日怎么有空来我们刑部？我不能来。咦，大哥，你这说哪里话？欢迎欢迎。来跟你要个人，去内卫府帮忙。啊，大哥，你要调人呐，此事容易。大哥，你要调谁？下官这就去安排。就他了。西明寺实施案已全权交由内卫府处理，你们刑部就别管了。是。哎，大哥领，我还有许多案宗都没有录完，怕是不便调去内卫府。严肃丽说什么呢？卷宗没整理完，交给陆书令时，你快去大哥领去。严书立不来，此案就这么结了。吴主事，把那堆尸骨拖去城外，随便找个地方埋了。哎，不可！哎，我这就去。六娘。陈白衣家翻出来的，他写过的文章我都看了，偏偏文采斐然。这段日子真的苦了你了。不苦，芙蓉园看戏，走啦。小心点。吁，大哥领，仵作已经初步完成化验。景林，日后若发现刑部的人私查此案，全部按结党营私处理。是。那我还得多谢大阁领的提携之恩了，让我还有查这案子的权利。日后我定当竭尽全力，早日破案。夫人知道就好。既然介入了内卫府，那下官就是内卫府的一员，自然要遵守内卫府的规矩。小的不过是书吏，怎么能与大阁领同骑一匹马呢？下官马术不精，警内卫体恤下属，必定是不会丢下下官不管的，对不对？那今日就还要委屈一下警内卫，和下官同骑一程啦。夫人若是想骑马，自然是同大哥领一起。小的呢，小的给您牵马。那多不好意思，还是一起骑吧。办案无男女，警内卫就把我当成寻常同僚便是。夫人还是坐好吧。还要闲聊到什么时候？再这么散漫闲谈，罚你半年的俸禄。这，哎，大哥领。这些是从最早遇害的那对尸身上取下的。监工于胜利元年。这是最早遇害的那名男尸所佩戴的。凶手初次作案，应该是在6年前。为何？凶手每次杀人手法如出一辙，作案时间想必也有其规律。所谓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若是推测错了，想要找出真凶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宝相双鱼纹。锦绣坊，这宝相双鱼纹是锦绣坊当年特制的花样，风靡全国，
锦绣坊是当年皇城第一大丝绸坊，每月初1进贡绸缎进贡。只是胜历3年6月，锦绣坊因献给汝宁长公主夏衣于制，获了忤逆之罪。哦，所以自那之后，皇城里再也没人敢穿锦绣坊的料子出门。这南师必是死于锦绣坊忤逆案之前，金牌置于胜利元年。那人死于胜利元年也不是没可能啊。不可能。宝相双鱼纹是胜利3年锦绣坊所制春衣样式，只在当年2至4月有售。记得这么清楚。案卷处有锦绣坊旧案的卷宗，有一卷会务册，上面载录了锦绣坊10年的花纹样式。景林，去比对确认，不可出错。是。夫人，案卷处内都是珍品和藏书典籍，切勿乱走，也切勿乱动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们分头找更快啊！你去那边，切勿乱动啊！弘文馆选试文章合录。哎，手头都麻利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别掉地下了，给。怎么回事？哎，等！哎呦！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调去内卫府去了吗？我要见吴主事，陈白衣自焚案有了进展。主事叮嘱过了，明堂焚烧案一律人等不能再提，如若再问，递交辞呈来。真的有内情，我要见吴主事。哎，你等会儿！哎，你没看见吗？今天整个刑部备手童谣弄的是焦头烂额的，谁还有时间跟你查什么自焚案呢？是不是？什么童谣？你不知道啊？要掉脑袋呀！皇城里家家户户都传遍了。哎呀，真的不知道这次是哪里又要遭殃啊！哎，你慢点，小心台阶。人无心，佛实心。天子脚下乱高张，佛实心法最藏。他来了。鱼。小朋友，你可知你刚才的话实属大逆不道？你说该怎么惩罚你呢？试试这新发明的请君入瓮，待会儿把瓮放到火上一烤，你会玩得更开心的。来人！不要打人！不要打人！不要打人！大人，只是个孩子，只是个孩子，随意谣传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那皇城岂不是要成无人管辖之地了？不，大人冤枉大人！你们不好好教育孩子，我便替你们教育。不要大人！英王成年，让道。英王殿下。此人有点眼熟，何事如此喧扰？殿下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殿下，下官今日特来街上巡视，忽听一孩童口出狂言，大逆不道，这才将孩童拿下，惊扰了殿下。原来如此，殿下开恩啊！小孩口无遮拦，草民定会带回去好好教养。是啊，殿下。子不教，父之过，你们也难辞其咎。来中丞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更何况，这只是一个黄口小儿。来中丞向来英明，
又何必为了一个孩子，有损自己的英名呢？话虽如此，今日本宫既然见到了，就说明这孩子跟本宫有缘。来中城，可否看在本宫的面子上，饶了这个孩子？英王殿下开口，下官自然是要放人的。放人！谢谢大人，殿下，孩子没事就好。谢谢大人，去吧。谢谢殿下，谢谢殿下。英王殿下果真是菩萨心肠，英王殿下真是宽宏大量，慈悲为怀。恭送殿下。回去领20丈。是。那个女人究竟是谁？怎么了？来罗之御前告状，说大格令查案不力，太皇太后就下旨把大格令带走了。你们俩门口守着，大格令有任何消息及时禀报。是。不得入内。大格令吩咐，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靠近办公所，违者。小爽，你就从我身上踩过去。不许翻！再翻我可对你不客气。你别再翻了，再翻我就自尽。如果你嫌你家大哥领命长的话，就动手吧。研墨。啊？研墨。希望还能赶得及尝上折子。竟然跟大格令一样的自信。你有把握，这样真的可以救大格令吗？不能说一定能全身而退，但好歹要试一试，兴许能免了重责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啊！我在府邸等着。你别再乱翻了啊！太皇太后，内卫府接手多日，却迟迟未能破案。如今坊间流言四起，说朝廷用人不力，更有甚者揣测帝辛是在有意袒护良家，实属有损太皇太后英名。臣恳请太皇太后，让御察司接手此事。来爱卿所言，也正是哀家忧心的事。内卫府审度带到。内卫府大格令沈度见过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千岁千岁。沈爱卿啊，梁家的案子迟迟未破，你是否应该给哀家一个交代了？禀太皇太后，
梁家命案并非单独个案，而是与接连在西明寺挖掘出的多具尸体有关，且为同一凶手犯案。内卫府已根据证据，加紧并案处理。梁府一案牵扯朝堂重臣，西明寺更是清修礼佛之地。如今悬案难平，城中已风靡起一阙童谣，内容不堪入耳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那臣就斗胆将这首童谣说与太皇太后听。人无心，佛实心。天子脚下乱纲章，佛陀实心，把罪藏。放肆！太皇太后息怒，臣觉得这童谣之所以传开，都是因西明寺命案悬而不定。内卫府再找不出真凶，那还不如干脆办一场驱邪的法会管用些。太皇太后奉言天下，自不必理会这些妄谈神鬼的言论。沈大阁令，可是落了这个？千牛卫突然上门拿人，微臣正在梳理案情，想要呈谕太皇太后。好一句太平人间为佛心，万劫歹念终不复。抽丝剥茧洗冤情，明察秋毫天下安呢。好啊，那既然已经查到了梁家和西明寺的诸多线索，那就推进吧。臣领命。沈爱卿啊，你在折子里还提到，明堂自焚另有内情，自焚者不是为了要宣泄不满，而是以死向哀家言致无奈之举，属实吗？臣正在附和，会尽快呈报。太皇太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位啊，都是哀家的左膀右臂，各有千秋。行了，今日就到这儿吧，啊，都回去吧。沈爱卿啊，你留步。哀家还有一件事，要让你即刻去办。臣领旨。沈大阁领，今日在太皇太后面前，沈大阁领面不改色，巧舌如簧，真是让人佩服。来忠诚谬赞了，在下不过是陈述事实。人们都说，内卫府是太皇太后的一双眼，可眼睛成天乱转，别盯错了方向才好。内卫府的所作所为都在分内之中，不像御茶司，一口獠牙四处撕咬。若是换做了旁人，恐怕还真分身乏术。那就希望沈大阁领早日破案。可是有很多人在磨牙呢。